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楚然声咖在惹争议，从小刘亦菲到顶流花旦，她经历了什么？8点半，近期现身巴黎时装周的王楚然，热度直线上升。还因黑色露背长裙搭配花卉装饰亮相秀场，被外媒赞为东方花神。但同样的伴随着热度，他的工作室却因一句巴黎不是用来转机的宣传文案引发争议，被怀疑在暗讽因转机滞留迪拜而缺席大秀的迪丽热巴。作为新生代流量花，这并非王楚然首次引发争议。相反，他的爆红似乎正是伴随着所谓的黑料诞生的。从早期的被全网怒骂碰瓷刘亦菲，到后来与男顶流杨洋扑朔迷离的恋情，再到如今空降官宣迪奥宣传大使，时尚资源一夜逆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一步步扭转自己的路人缘的？1. 小刘亦菲。王楚然首次与刘亦菲有交集是在2017年左右，当时初出茅庐的她身穿一袭白衣现身网剧《将军在上》，被不少观众认为侧脸、轮廓以及白衣造型上与后者有相似之处。那之后，坊间便有了她是小刘亦菲的说法，对此大众是不买账的，甚至还被后者的粉丝怒骂碰瓷蹭热度。确实，当时的王楚然只有18岁，且刚出道，无论是名气、热度还是路人缘，都无法与刘亦菲相提并论。她于199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相对优渥的家庭，原名宋亚梦，网传父母都是成功的商人，尤其是母亲还很热爱艺术，也奠定了她自小的成长环境。但另一方面，王楚然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父母早年离婚，跟随母亲长大的他改了母亲的姓，并且还跟随对方到山东淄博生活。他小年纪便展现了超常的艺术天赋，5岁便以少儿模特的身份参加了山东电视台的各种比赛，屡次拿奖。次年，王楚然又录制了娱乐斗秀场、综艺满天星等节目，并与山东综艺频道签约，成为签约艺人。只是这段童星的生涯并不长久，不知为什么他后来断崖式消失，直至2014年才考入上戏附中，并从淄博回到上海生活。也是这时，他的名字从宋亚梦改成了王楚然，但对于这些说法其本人并未正面回应过。有记者带着相关的问题去问他，他的回答也模棱两可，我和宋亚梦的成长经历确实很像。2016年，正在读高3的王楚然凭借在话剧《遥远的家乡》中的表现，获得了当地中学生话剧节的优秀个人表演奖，还拿到了上海市一等奖学金。随后，他便低调接拍了电视剧《将军在上》，并在剧中饰演表妹柳熙音一角。而此剧热播的前1个月，王楚然顺利进入上戏表演系求学，接受更系统的表演专业课程。剧中的他并不需要太多演技的支撑，因人物人设问题，没有太多发挥空间，凭借美貌足以过关。也是这部戏中的表现，不少人给他贴上小刘亦菲的标签。但实际上两人虽然有些相似，但实则细看并不同。相比刘亦菲的精致仙气，王楚然的骨香虽然也很好，却因五官的体量都很大，显得钝感十足，娇憨圆润，是一种入世之美，缺少了后者的不食人间烟火感。而这个话题也成了王楚然出道以来最早的黑料之一，外界认为他靠刘亦菲炒热度的手段并不高明，还显得很小家子气。对此，他本人曾正面回应，情商颇高。刘亦菲一直都很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她，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点，她是独一无二的，我也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些也没有妨碍王楚然的演艺之路，
随后又接连拍摄了《昆仑归您好》《母亲大人》等不同题材的作品，演技愈发成熟的同时，颜值和气质也在悄然提升，更显明艳端庄，英气十足。2. 顶流女友。而说到王楚然事业的转折点，就不得不提2020年热播的古装剧《清平乐》，剧中她饰演了骄奢淫逸、善妒愚蠢的贵妃张碧涵。这个角色人设不佳，却极为美貌，且扮相十分精致，色彩艳丽，颜值便被突出来了。由于自带一种天然的古典气质，王楚然出演的贵妃清纯又妩媚，从初入宫的朴素到升至贵妃后装饰的升级，她都能轻松 hold 住。哪怕是身着复杂的发冠和华服，她的美也丝毫没有被抢走半分，被网友怒赞只有真正的高颜值才能驾驭这种造型。也因此靠着这个小配角，王楚然成功艳压女主角江疏影，顺利出圈。其实相比同龄的小花任敏、李兰迪等人，她的美确实较有攻击性，带着成熟的风韵，却并不老气。可另一方面，过于美貌对于一个演员而言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同年，在录制综艺《演员请就位》时，王楚然的演技遭到了评委的吐槽，随后又被尔冬升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是花瓶，但要做有质感的花瓶。”双引号。那之后的他消失了一个阶段，没拿出什么新作品。但这并不代表王楚然没有热度。2021年，他被狗子拍到与男演员王子奇牵手逛街，传出绯闻。据悉两人因共同出演《玉骨遥》而结缘，随即便擦出火花，被疑因系生情。但疑似恋情曝光的3天后，王楚然的经纪人便以小王独美否认了，王子奇方面则没有回应。彼时，他主演的御赐小仵作正在热播，追剧的 CP 粉对于其恋情的曝光十分不满，提出抗议。王楚然的事业也处于上升期，两人在各方压力下终止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之后，双方再无交集，女方也开始深耕事业。次年，她出现在《上时相逢时节》等作品中，不过演的都是女配角，没什么存在感。但很快，王楚然便搭档男顶流杨洋，主演了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此剧拍摄阶段，两人便不断有路透照出炉，每一张都异常亲密，且俊男美女站在一起十分登对，收割了不少 CP 粉。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此剧在2023年开播后，口碑却崩塌了。由于作品聚焦于消防员和医生两个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可实际的出演却严重脱离现实。比如男主在停车场玩灭火器等行为被官方点名批评，加上恋爱剧情老套、节奏混乱，以及女主的严重恋爱脑、男主的傲慢、攻击性等均不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观众除了吐槽男主饰演者杨洋的用力过猛，也将火力聚焦在王楚然饰演的角色上，还直接叫她白周姐。毫无疑问，此剧虽然热度颇高，她却没获得什么红利，甚至导致商业合作受挫，待播剧遭遇牵连等等，苦不堪言。不过当时的王楚然无法想象，与杨洋的疑似恋情对她的打击更大。3. 逆袭小花。2023年3月，两人被网友偶遇在马尔代夫约会，还上演了海边拥吻的浪漫桥段。此事被曝光后，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毕竟在这之前，男方出道多年，绯闻无数，却从未承认过任何一位女友，背负了巨抛恋的恶名，甚至还被骂海王。而与杨洋宣传《我的人间烟火》时，王楚然又屡次没做好表情管理，被拍到翻白眼、不耐烦，加上坊间对于其耍大牌的爆料也不断增加，导致负面口碑激增。再加上《我的人间烟火》的扑街，两人的恋情再加一把火，关系自然不被看好，公众形象大打折扣。更耐人寻味的是，恋情发酵后，
杨洋依旧试图用冷处理的方式蒙混过关，让王楚然的处境更显尴尬。他还因和王子奇传绯闻迅速撇清关系，到了顶流小生这里反而默不作声的差异对待，被外界怒批缺乏担当，拜高踩低。此事过后，两人的关系扑朔迷离。2024年前后，王楚然主动取关了杨洋，他们的互动也趋近于零，被外界视为已经分手。而饱受情伤的女方又开始了认真搞事业的节奏。同年，她因在新剧《柳州记》中出色地饰演了侠女柳绵堂一角，备受瞩目，口碑逆袭。柳绵堂作为失意后独立创业、武力值与智慧并存的事业脑女主，与《我的人间烟火》中恋爱脑许沁形成鲜明对比，帮助王楚然摆脱了部分负面标签。她的演技也获得了认可，不少观众认为其哭戏自然，情绪层次丰富。尤其是在贤良淑德的贤妻良母和智勇双全的养山第一债主两个角色来回切换，特别丝滑，令人过目不忘。另外，高挑的身材、端庄的举止，以及并不复杂却很高级的装扮，都令王楚然跻身新晋的古装女神行列，大放异彩。而到了今年热播的穿书剧《成何体统》中，她又化身穿书剧《成何体统》中的祸国妖妃于婉音，同时还有双马甲、现代摄续王翠花，两个角色反差极大，但却被王楚然诠释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和面部表情来传递情绪，兼具层次感和故事性，又带着松弛的喜剧节奏，非常惊艳。此剧上线后，她彻底甩掉白周姐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举成为观众心中的天选妖妃。不仅如此，王楚然还在今年登上春晚的舞台，并凭借节目《贺花神》大杀四方，一夜涨粉65万。然后，她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时装周，并获得了迪奥的官宣合作，时尚资源实现逆袭。可没想到新人设尚未坐稳，又因工作室的一句话引发争议。但实际上，纵观王楚然出道10年的高低起伏，本身就带着一种越冒险越爆红的气质。而以往的争议实则也无伤大雅，相信他只要接好剧本，演好戏，依旧有观众买单。